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事儿啊，来源是我们一个曾经在温哥华一家中文媒体工作的小编。这个小编呢，会经常接听读者电话或者接待读者来访。在温哥华呀，他遇到的新鲜事儿也不算少。但是下面这个呀，绝对是一个让咱们开眼的案例。因为是真人真事儿啊，为了保护女主的隐私呢，咱们下面就这么称呼女主为 A 姐好了。大约在2018年底 ，A 姐来到编辑部找到小编求助。她花容憔悴，声音尖锐，说：“我就想知道这种情况有没有办法告他。”A 姐要告谁呢？原来啊 ，A 姐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白富美，30几岁离了婚，虽然是颜值和身材都还在，无奈富豪前夫哥啊，身边从来就不缺更年轻、更有野心的上位者，鸠占鹊巢，抢走了她的饭票。不过啊，前夫也算厚道，给了她后半生用不完的荣华富贵。他就一个人带着女儿住在温哥华传统富人区的一栋大宅里。那一片啊，真是个中国富人扎堆的地方。土豪到什么程度呢？曾经有小毛贼翻墙溜进了一个豪宅，架起园丁梯子进了屋，都没撬保险柜，只是在屋子里头啊这么随便划拉了几下，见到什么偷什么，就把价值50万加元的古董表和珠宝首饰收入囊中了。这片区域呢，尽管中国人多啊，但邻里之间的关系并不算密切。邻居之间大都喜欢用英文名，中文名是几乎不提的。如果有新来的不长眼的，非要刨根问底，问问那家豪宅的主人是从哪儿来的，过去做什么的，反正是不会得到正面回答。人家就是不想被人知道过去是做啥的，才来温哥华啊！温哥华，今夜请将我遗忘啊！在这种社区氛围下呢，能够扯点东家长西家短的，只有住家的菲佣了。他们在社区公园里扎堆儿，沟通中国菜的学习心得，顺便交换一些各家主人的情况。2015年的春天 ，A 姐家的菲佣从社区公园回家之后呢，给 A 姐汇报说，自个儿遇到了一个建筑师，要找有历史的房子进行这个绘图，说是个欧洲人，喜欢温西这里流传下来的建筑，想找房子画画，愿意给房主一点钱。不知道怎么的 ，A 姐就同意了。第二天，女儿去上了学，门口就开来了一个奥迪，车上下来了一个高高大大的西人帅哥。他走上台阶的时候啊 ，A 姐觉得长得真像哈利王子，难道欧洲人的血统都是这样的吗？你好，我叫菲利，是做建筑的，很喜欢你们这儿的房屋风格，所以我需要2到3天时间来绘图你的房子，谢谢你。A 姐是连猜带懵，听懂了 architecture 和 heritage， 那绘图嘛，当然可以了 ，come on in。那一天的测绘时间 ，A 姐算是聊完了平时1年能用到的英语对话。菲利呢非常兴奋地打开了后备箱，一边拿东西一边跟 A 姐说：“您看啊，隔壁这条街是某某风格的宅子，您这边是另一种风格的，这简直是一个建筑历史博物馆啊 ！”A 姐反正是听不懂到底是什么风格，只觉得这老外爱建筑爱得这么深沉啊，而且不得不说，认真的男人真的很帅。第一天结束的时候呢 ，A 姐和菲利就定下了第2周的时间。等到这个测绘最终完成的时候，菲利带来了一大束玫瑰花，然后2个人就顺理成章地开始约会了。A 姐的女儿几乎是第一时间就接受了菲利，她非常羡慕那些父亲带着骑自行车的孩子。西人邻居每一到周末就一堆装备，出发到山上密林里去露营，不像自己妈妈只能带着她穿着漂亮的裙子去餐厅、咖啡馆或者是剧院。而这位菲利啊，就像 A 姐梦想中的男友，他有枪证、鱼证、螃蟹证，熟悉山川湖海，带着母女俩跋山涉水、扎营攀岩。A 姐过去约会过的中国男子啊，都是脑力型的，精英嘛是精英，坐在餐厅里头谈天说地的时候，那也是智慧的，但是日常生活中就显得有点笨手笨脚，换个灯泡都得半天。而菲利呢，他的这技能全属于是动手型的。手臂肌肉结实，线条性感，搭帐篷生篝火，动作流畅的像是一种本能。而 A 姐要做的就是坐在篝火旁，心满意足的看着水烧开，听着柴火噼啪作响，幸福感一点点的溢满心头啊。不过啊，也还是有些小的遗憾，那就是 A 姐和菲利没有什么深层次的思想可以交流。菲利问 A 姐：“你喜欢看什么电影？” A 姐不好意思告诉他，最近正在追《爱情公寓》。菲利又问了：“那你喜欢听什么音乐啊？” A 姐只好答了一句：“popular。”再问是什么 popular， 哪位歌星 ，A 姐只好赶紧借口去加水，就遁走了。这天啊，直接给聊死了。菲利呢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他跟 A 姐说要清理后院的木台，这平台啊 A 姐早就想清理了，
可是园艺公司每次说的千难万难，动不动就要额外一大笔钱。菲利自己租来了个机器，把平台上的陈年老污垢只用了1个下午就清理得干干净净，再用一种药水顺道把门口的车道也给洗了。加拿大的爱情就是这么接地气儿。对女人来说，男人说什么情话不重要，为他、为女儿、为房子做什么才是举足轻重的。菲利告诉 A 姐，她在市中心的一家设计公司工作，租住在附近的公寓中。巧的是呢，她的租约即将到期了，最近正忙着找房子。A 姐觉得西方人似乎对租房情有独钟啊，明明可以攒钱买房，却总是在选择住在别人的这个屋檐下，实在是有点傻乎乎的。可是当他听到菲利的处境时，竟然鬼使神差的就说：那我这边房子大，不如你搬过来住吧，我们一起试着过过日子。他原本只是随口这么一提，没想到菲利却毫不犹豫的重重点头。就这样，他搬进了 A 姐的家，行李不多，却带来了烟火气，也带来了久违的悸动。到这一刻， A 姐才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似乎正悄然迎来一场迟来的第二春。菲利很快就融入了 A 姐的社交圈，每次带她去见小姐妹，气氛总是格外的热络。尤其是聚会结束， A 姐习惯性的要掏钱买单时呢，菲利总会瞪她一眼，毫不客气的把这账单给抢过来，潇洒的刷卡，然后把发票仔细的收好。小姐妹们看在眼里，羡慕的眼睛发光。起码在吃饭请客这方面能够看得出，菲利并不是那种 AA 制大护法的老外。相比之下， A 姐的小姐妹嫁的那个老外就超级吝啬了，甚至在她即将继承家产的时候，还拉着小姐妹去律师事务所，要求她签一份法律文件，白纸黑字的声明，她的房子呢要留给她儿子，她父亲的遗产也是她的，所以小姐妹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主张权利。小姐妹握着笔签下名心却凉了一大截儿。那这样的婚姻过得跟室友有什么区别呢？一丝温度都没有。虽然爱情并非全靠金钱来衡量吧，但如果一个男人舍不得为你花钱，那他大概率就不是真心的。A 姐和小姐妹都认同这观点。菲利的工资呢不算高，但是人很大方。他从来没有问过 A 姐的前夫是干啥的，有多少钱，也没有打听过 A 姐的收入是从哪儿来的。菲利把自己的奥迪开进车库，衣服搬进来。虽然两个人从来没有讨论过家庭用度，但菲利从搬进来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认真的分摊开销。每次都很认真的给 A 姐转账，用这个 e-transfer。这功能呢，好像只是在加拿大被广泛使用，就是通过 email 或者是手机号就能给对方转钱了，非常方便。但是好像美洲和澳洲呢都不太用这个方式，不知道我说对不对加拿大之外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补充一下这方面的信息。菲利呢，在这些财务上都很认真，每一笔都在留言上面标注的清清楚楚1500刀给你女儿交学费，500刀给你买菜用，1800刀房子的排水沟该喊人来清洗了，2500刀给你和你女儿买衣服。总之每个月呢，菲利总要给家里花上3-4千刀。虽然这和 A 姐真正的支出的生活费没法比，但是 A 姐还是很高兴那自己才赚那么一点钱，就把一大半花到家里了，那菲利肯定是真心的。于是从2015年到2017年，菲利和 A 姐就这么过着一家人非常和谐的日子。女儿在叛逆期，有时候和 A 姐发脾气，摔盆子砸碗的，菲利从不袖手旁观，会很认真的找她来谈话。你妈妈是我的女朋友，你不可以这样凶她。菲利看到 A 姐女儿的作业上有一个 I 的记录，那意思是 in progress， 其实就是不及格的委婉说法。于是就会把女儿找过来，一边皱眉训话，一边逐字逐句的帮她修改语法错误。女儿也为 A 姐开心她跟妈妈做情报员，说妈妈，你做菜的时候呢，菲利的眼睛一直盯着你转，生怕那油锅太烫了你受伤。我相信菲利对你是真心的。过去每年一到报税季， A 姐就头疼的不行，各种票据银行对账单中国股息的结算各种乱七八糟的塞在一个大盒子里，每次都得花钱请会计师帮忙整理。可是自打菲利来了，一切都变了。他是个彻头彻尾的职业人士，收纳整理的能力简直让人叹为观止。不仅自个儿的账目算得清清楚楚，连 A 姐的混乱档案也被他一一规整。每张单据被摊开、理顺、归类，再精确地填到税表里。A 姐再也不用跑去找会计师，报税变成了一件轻松的事儿。等到税务局的回执寄来， A 姐看着上面的数字，忍不住惊叹：哟，菲利，你算的税跟税局算的一模一样
A 姐在中国的时候呢，没有这样的培训，她之前也不知道，其实西人早早的就被训练适应这样的社会系统，不折不扣的给政府纳税。菲利说啊，他从小就跟自己的父亲学了，这样处理一家的事务，在家里头呢修修补补，报税的时候跟税局打交道，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技能。而很多移民到这儿的华人，不管是贫穷的还是富有的，在打理税务上很长时间不适应，手忙脚乱的。打理房子也是，总是比西人差很多。只要有钱啊，请人的话呢，自己就很少干。而菲利啊，还是懂园艺的。A 姐在这房子里头住了好几年，都不知道检修水管的通道在哪儿。但是菲利知道，在大房子里时呢 ，A 姐时常会感到害怕，觉得房子这么大，地也这么大，玻璃窗上也不能安个铁栅栏，就算有菲佣和保安系统，也是感觉不太稳当。可是自打有了菲利啊，她就感觉相当于有了7、8重的保安设备。小姐妹们叽叽喳喳的给 A 姐出主意，你们家这个菲利啊，又能干又是专业人士，你真是好运气啊！要不要赶紧结婚，再拼个2胎呢？ A 姐听着心里头甜滋滋的，回想起跟菲利的朋友见面时的场景。其实菲利的密友啊只有2、3位，但个个都是专业人士，稳重体面，社会阶层也很稳定。他们见 A 姐的时候直接称呼她为 Mrs。A 姐的英语虽然一般，但这个词儿啊她听得清清楚楚，朋友们早就把她当作菲利的妻子了。这种被认同的感觉让她忍不住憧憬起了未来的可能性。直到有一天，她跟着菲利去参加了一个聚会，菲利的朋友呢也带来了一位中国女士，举止优雅，穿着一袭做工精致的旗袍，风韵犹存。A 姐跟她的眼光这么一交换啊，就明白了彼此处于同样的富人阶级和同样的境遇。可是啊，这次相遇也是令人最细思极恐的一点。也许您现在还没察觉到什么不对劲儿，但请先记住它，等到视频最后我们会提到。总之吧，那2年啊 ，A 姐的生活方式都被菲利改变了。本来除了各种上课，就是宅在家的母女2个呢，和菲利一起去打猎、划船。A 姐和菲利一起在樱花树下漫步，星光洒在菲利的眼眸里 ，A 姐的秀发间樱花瓣轻轻滑落，铺下一地温柔。可是啊，变故来得很快。有一天，菲利突然告诉 A 姐，他决定要回欧洲，回西班牙去发展了。温哥华这边的建筑公司把他给辞了。当 A 姐听到解雇2个字的时候呢，其实并没有太在意。那份微薄的薪水本就配不上菲利的才华，他甚至早就想劝他辞职，自己创业算了，何必为别人打工呢？可是啊，菲利的决定就像这场告别，干脆利落，毫不拖泥带水。奥迪是租来的，退回车行就好，其他的东西收拾起来也不过3言2语。然后啊，菲利就这样搬走了，仿佛他只是一个短暂停留的旅人。这一切不过是 A 姐的一场好梦。A 姐这边呢还满心盘算着，等女儿放暑假了，她就飞去西班牙看看菲利，想去见见菲利的家人，坐下来认真商量未来的去向。如果西班牙合适的话，等几年后女儿考上大学，她完全可以在那儿安个家呀。未来是光亮的，一切都可以向美好的方向展开。可是啊，美梦还未成型，便被突如其来的雷劈了个粉碎。半个月后 ，A 姐的家门口来了一个陌生人，他递来一堆文件，神情冷漠地说 ：“A 女士，这是您的家庭诉状。” What？ 家庭诉状？开什么玩笑啊 ？A 姐一时间还以为是前夫在搞什么幺蛾子，可是 family 这个词却狠狠地刺痛了她的神经。和谁的家庭啊？她自个儿并没有在加拿大结过婚啊。她颤抖地翻动着那几页纸，视线一片模糊，眼前的字儿啊，像是融化成了一团黑色的漩涡，从头翻到尾，从尾翻到头，她怎么都读不清这堆冰冷的文字。女儿见状，伸手接过那份诉状，声音也在发抖，却努力维持冷静，说：“妈妈，你先进去，我来签收吧。”当天深夜，当四周彻底沉寂，女儿拿着那份诉状，翻出字典，一条条的翻译给 A 姐听。可是每念一句，周围的空气便寒冷一分。原来啊，是菲利把 A 姐告了，说自己和 A 姐是 common law relationship 同居伴侣，所以啊，他要求分割同居期间的共同财产。菲利列举出的财产有 A 姐的收入，那是前夫给 A 姐每年10几万的股息，而更重要的是房子的增值。温哥华富人区的大房子，2016、17年那阵儿，哪一栋不是每年30、40万加元的涨价呀？
所以菲利的诉讼请求呢，是 A 姐该分他50万加元，还要每个月给配偶赡养费。这50万加元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温西的大宅最低按300万来算的话，2016年、17年合计增值34%，那至少是涨了100万，所以他菲利要分走一半。A 姐实在是想不明白，这个菲利怎么回事，翻脸就不认人啊！这房子是前夫哥给买的，跟他有毛关系？他凭什么要从母女俩这抢钱呢？同居难道不是谈恋爱吗？为什么在加拿大情侣分个手搞得跟离婚一样，还得私上法庭分财产的？这个时候啊，还是女儿建议妈妈，咱们现在啊赶紧找个律师，因为这个诉状要答辩，咱们再不答辩，法官就要判他赢了。或者我们去找律师，或者我们去报警吧。就这样，母女俩拿着诉状去警局报案，还给警察看菲利的照片。可是呢，警官满脸不耐烦啊，说女士啊，这玩意儿是个诉状，您要做的呢是应诉，而不是在这儿耽误你宝贵的时间啊。于是啊 ，A 姐就拼命的给菲利发短信、发邮件、打电话，但是都不接，只收到了一个回信，说现在我的事务都由律师处理，你再打电话就是骚扰了，我保留报警的权利。A 姐心里头一阵绝望，无助感翻涌上心头，她唯有转身寻找华裔律师，四处搜集信息，手指颤抖，眼冒金星，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旋转，每一秒钟都像是在和时间赛跑。答辩期一天一天悄然溜走，压力如山，压得她喘不过气儿。她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脚步轻飘飘的，仿佛每走一步都在云端。她不能向小姐妹们求助，丢不起这个人啊，更不能告诉国内的亲人，免得被骂瞎了眼。这会儿的 A 姐啊，就像是被困在了一个孤岛上，四周被陌生的加拿大法律包围，那海洋浩瀚无垠，随时可能把它吞噬。而菲利一个轻描淡写的动作，就能激起千层浪，将这座孤岛连根拔起。A 姐也不是没听过秀恩爱死得快，可是没想到自己会死得如此之荒诞。2年时间，她诚心诚意白白招待了一个男人，结果她最后找上门来，竟然要几十万加币。律师每小时的收费380刀，坐在那儿静静地听 A 姐哭诉了2个多小时。当听到菲利是2015年春天搬进来，2017年夏天搬走的时候，而每次都会转账给生活费的时候呢，律师的表情顿了一下。又听到菲利每年给 A 姐填报税单，律师的眉毛扬了一下。等到 A 姐颠三倒四的说完了，律师慢慢的说，是的，很多中国人不知道，按照加拿大的法律呢，同居2年权利义务就和结婚是一样的，而分居或者是离婚的时候，一方可以要求把婚姻期间所有的财产拿来分。 A 姐的心像是被锤子猛砸了一下，都要裂开了，这不明显是诈骗吗？法律为什么不保护我呢？ BC 省政府网站上的官方解释，夫妻呢有2种，一种是正式结婚的，一种是2人同居2年以上，或者虽然没有2年，但是有孩子的，会被认定是 marriage-like relationship， 就是类似于婚姻的伴侣，这就是律师所说的 common law relationship。 A 姐就问他，那我们这种同居算是你说的 common law 同居吗？律师看了他一眼说，大概率是的。那所有的财产，我的股份，我的房子，难道都要拿出来分吗？律师给他一算，说您看哈，加拿大的婚姻是把双方婚姻中的收入都算作是婚姻的财产，您这房子是之前就买的，所以之前的价值是排除在外的啊，就像咱们中国所说的个人财产。但是您的房子在婚姻期间的增值，在加拿大就是婚姻的财产了。很多华人认为我没结婚，只是同居，房产登记上也没有加过任何人的名字，自己的财产就是安全的。但是在加拿大不是的，股份和房子在同居期间产生的收益都将是婚姻财产。那我们也去网上搜索了一下，看到的文章跟律师的观点是一致的。如果你和伴侣在一起，包括结婚和 common law relationship 的伴侣，如果当时你的房子价值25万，分手的时候45万了，那么你的伴侣就有权要求其中的那一半的增值10万刀。也许是看到 A 姐的样子太过凄惨，华裔律师在送母女2个出门的时候说了一句，这个人啊是懂法的，我们所的律师前年有另外一个女当事人和你是非常类似的情况。当 A 姐再去追问律师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到底最后是怎么判的时候呢，
律师的嘴巴闭得像个地下党员，啥也不透露了。走出律师楼 ，A 姐和女儿对望一眼，眼里都是恐惧。类似的情况，怎么个类似呢？女当事人是像 A 姐这样谈恋爱谈的要被分房子的吗？难道这是团伙作案吗？难道菲利的几个朋友都在做以恋爱为幌子，最终分房产的项目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之前见过的那个风韵犹存的旗袍中国女人，说不定也落进了同样的圈套呢。A 姐也问过别的律师，说我这个官司有多大的希望能赢？律师不回答，只说我们提供所有的证据，最终还是由法官来判断。法官会怎么判断呢？ A 姐咨询过的所有律师给出的分析基本是一致的。菲利是靠工资吃饭的，失业了就没有收入，房子是租的，车是 lease 的，所以分财产只有分 A 姐这边的财产。A 姐的房子不能长脚，车子不能长脚，跑也跑不掉。除了分房子，还有配偶赡养费。为了避免婚姻结束的时候一方的生活水平出现大幅度的下跌，法官会判决经济条件比较好的那一方给另一方配偶赡养费。这赡养费是不分男女的。律师说，好在你们同居的时间也不长，这费用呢，即使判了也不会太多，也不会长。如果想赖账，法院倒是有权利强制执行。律师猜测菲利会提供给法庭自己的 e-transfer 记录，证明和 A 姐是类似于婚姻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谈恋爱。因为在这期间，他分担了家庭支出，除了生活支出，孩子的教育支出，还包括了整个资产的维护支出。律师建议 A 姐也该把自己的整个银行记录打出来，让法官看到菲利承担的部分其实是很微小的一部分，比如这个房子的地税一年就将近2万。律师还追着问他说，菲利填的那报税单是把他自己填成的同居伴侣吗？他的报税单怎么给你填的，你知道吗？ A 姐的冷汗唰一下就下来了。报税单这种东西那么多格格，谁看啊？谁知道他勾了哪儿？律师脸上写着糊涂啊，糊涂。接着就盘问他，你见过他的家人和朋友吗？他见过你的朋友吗？你们怎么称呼？这下呀 A 姐彻底哑了，她不敢回忆那些甜蜜的瞬间，因为小姐妹们都管菲利叫你的那一位，而菲利的朋友们写信邀请他们的时候呢，都用的是 Mr. and Mrs. 做开头。 A 姐怕把这些说了，律师都不敢接她的官司了，这才来到媒体，希望通过曝光此事给警局一些压力。这个呀，就是小编知道 A 姐经历的开始。说完这段糟心事 A 姐直直地看着小编，这明明就是诈骗啊，怎么能变成一个 lawsuit 呢？加拿大的法律这么傻，打土豪分田地的吗？小编用报社的邮箱给菲利发采访邮件，可是信件弹了回来。再给警局发信，3个工作日后收到一个非常官方的回复，说我们会依据自己的判断行事，不会介入民事纠纷。到后来小编都有点怕接到 A 姐的电话了，害怕听到她焦虑的声音说，这明明是诈骗啊。A 姐和女儿离开的时候留下了非常无奈的身影，女儿已经和她一般高了，挽着妈妈的手走向停车场， A 姐攀着她的手臂，就像是抓着一块浮木。好了，咱们现在来分析一下，能说菲利是骗子吗？也许在菲利他自己看来，同居既然相当于结婚，那分手就是相当于是离婚，离婚嘛，自然要分财产了。在这个案件里律师给出的建议是，甭管啥时候同居，都得签个合同。他说10个西人里头有8个会在结婚的时候或者是同居的时候签个合同，但反观华人呢，在这方面的比例其实是反过来的。西人情侣走进律师楼签合同的时候，没什么心理负担，讨价还价的样子就像是要合伙开个公司。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个抠门的西人，先喊 A 姐的小姐妹去签合同，签了合同再同居，把现在的财产包括未来的遗产都要说清楚。这样做的确没意思，也不浪漫，但对方反而不是为了坑人，双方清清楚楚，没有负担和隐患。如果说 A 姐当初能够和菲利丁是丁卯是卯的把所有的牌摊在桌面上来签个合同，约定好同居时候费用的分担，约定菲利不去分房子的增值，不去分中国的股息，那就不会遭到这个晴天霹雳了。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菲利一看到要签协议，他转头就去找其他的女人一见钟情去了。任何时候的爱情如果太过完美，最好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童话中的相遇也不是没有，只是太少。
表面上的体贴甜蜜，到底代表着真心还是陷阱？不到最后一刻，也许谁都说不准。这些年啊，不知道 A 姐过得怎么样了。小编曾经用他们的名字搜索过判决库，但是没有看到判决信息。猜测这种情况呢，应该是 A 姐和菲利私下和解了。毕竟在 BC 省，95%的官司是没有上庭就和解的。打官司太贵了，开1天庭的费用是6000刀。可以想象，菲利是懂法律的，甚至不排除他精心钻研过这个套路。他扔出来那一坨坨证据，未必是为了最后打赢官司而来，而是为了让 A 姐去答辩，去找证据，去哐哐砸钱在这个流程里。传证人、交换证据也是一次开庭啊。菲利的3朋4友上来一作证， A 姐的律师就得去盘问。那各个朋友都说他们和我们社交的时候反正是两口子，那 A 姐就得去找证人说和我们社交的时候人家不是两口子，是男女朋友。菲利甩出的这堆 e-transfer 的证据， A 姐的律师呢得去对账，去搞更多的证据把它砸回去。律师可是掐表的，从出门起就算时间，在法庭等的时间也是几百刀1小时。这样的情况啊，说不定 A 姐的律师都要劝他和解，给点钱免灾吧。相信很多人对爱情和感情都抱有纯粹的追求和梦想，认为纯洁的爱情就应该是只谈恋爱不谈钱。可是啊，从法律和现实的角度讲，恋爱要谨慎，要和对方诚实地讨论财务与债务。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或者说您身边的人有遇到过类似的经历吗？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进行讨论。咱们呢，下期再见。